大家久等啦！这期评测帮你会专注在 Pro Max 跟 Mini 两只机种，并且把主要重点放在上集完整评测没提到的部分。最后也以比较长时间体验后的实际结果，带大家总结一下今年的 iPhone 13系列。那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吧。在开始前，别忘了立刻订阅邦尼，也欢迎点击下方连结，加入 Apple 用户专属社团，一起讨论更多内容。也欢迎已经入手13系列的朋友，一起在底下分享这段时间的心得。其实在之前的13 Pro 完整评测中，邦尼就已经带来了非常完整的测试，所以重复的内容不再赘述，请大家务必搭配13 Pro 完整评测观看。今天带大家看的13 mini 跟13 Pro Max， 在外观上只有2个重点。首先是 Pro Max， 苹果在这一代依旧保留了偏宽的机身比例，邦尼也说过很多次，影响机身单手操作的主要影响项之一就是宽度。加上13 Pro Max 依旧保留了平直的切边，重量来到240克左右，所以除非手够大，不然一般人大多无法单手操作。入手前务必现场体验。而 Mini 则是追求极致的小巧，萤幕尺寸以2021的标准来看，真的偏小，所以 Pro Max 跟 Mini 在今年的定位很清楚，一只是为了极致的手感，一只是为了更大的萤幕跟电池。老实说，没有这2个需求的朋友，13跟13 Pro 都会是更均衡的选择。而这集当然也不免俗，帮大家测试一款周边。这次帮你测试的是大家熟悉的 Hoda 玻璃保护贴。今年 Hoda 推出了 A2 抗反射玻璃贴新品。简单来说，大家一定都有遇过贴上玻璃贴后，更容易在手机萤幕上看到天花板的灯，或是在户外比较容易看不清楚的状况。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一般玻璃贴大多没有针对萤幕反光特别处理，而 Hoda 的 A2 抗反射玻璃贴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从画面上可以看到，贴上 Hoda A2 抗反射玻璃贴跟一般版本的玻璃贴相比，外在光源反射可以说是低了一级，表现也会比裸机更好一些。同时在显示效果以及萤幕亮度表现上也没有明显的影响，算是在一般保护贴的基础上解决了许多人都遇到的光源反射问题。此外，这次 Hoda 在玻璃贴背胶上采用了抗静电技术，在贴膜的过程中比较不容易沾灰尘。正面一样采用了真空电镀技术的抗污涂层，在疏水疏油上还是一贯的 Hoda 表现。最后，这次 Hoda 一样针对 iPhone 13系列推出了晶石保护壳以及蓝宝石镜头贴。最重要的是，这次在底部资讯栏可以找到邦尼观众专属的折扣码，有兴趣的朋友不要错过咯。接着我们先来聊相机部分。13 mini 跟13 Pro Max 的相机可以对应到13以及13 Pro， 规格非常一致。在拍照结果上，邦尼先前也有带来比较完整的实测，在主镜头部分没有明显差距，表现也比较一致。大家可以参考13以及13 Pro 的完整评测。今天主要是进一步带大家来看许多朋友敲碗的电影级模式。邦尼先说结论，对一般使用者拍日常影片是足够而且容易使用的。电影级模式简单来说，可以理解成影片版本的人像模式。当你进入电影级模式后，系统就会自动判断主体跟背景，透过模拟的方式产生即时的散景效果。事实上，这并不是新的功能，在先前的 Android 旗舰机种上就已经有出现类似的即时景深录影，也就是人像录影模式。比较特别的是，电影级模式在 iPhone 13系列上都可以使用，不会因为是否有 LiDAR 而有所差别。不过从红外线摄影机上可以看到， Pro 系列在电影级模式中还是会透过 LiDAR 辅助对焦。比较值得一提的是，邦尼认为真正让 iPhone 13上的电影级模式进入好用范围的强化主要有3个。第一个跟第2个可以一起说，就是更加自然且滑顺过渡的变焦。简单来说， iPhone 13的电影级模式会随着距离不同而有对应的散景效果，也就是根据主体的相对距离产生不同的模糊程度，更接近大家印象中的光学表现。在这个镜头大家也可以看到，随着主体往前移动，背景也相对的更加模糊。此外，搭配上你可以在拍摄时快速点击画面切换主体的功能，系统会流畅的过渡焦点，让电影级模式真的有转焦过程的感觉。而第3个是最重要的部分，就是电影级模式的焦点事实上可以手动选择，而且还可以事后改变，所以有许多人关心电影级模式
对于对焦点的判断准确度表现如何，帮你认为实际体验上并不是很重要的影响项，因为实际上你更常使用到的会是手动选择焦点主体，并且在你认为需要的时候切换焦点，更符合一般拍摄影像时的逻辑。更重要的是，只要透过内建的编辑工具，你可以在事后点击对焦的主体，让系统重新调整即时景深效果，这也是让电影级模式真正变得好用最重要的一个部分。不过老实说， iPhone 13上的电影级模式在许多移动场景跟竞拍物体边缘上的判断还是有一段最佳化的空间，但对于一般使用者拍摄日常影片来说还是非常够用。透过刚才的片段，相信大家可以感受到电影级模式的实际表现还是相对自然。重点是在电影级模式下的防守阵表现依旧非常平稳，在手持移动镜头上也能有非常好的防守阵表现。这也就是邦尼所说的电影级模式对一般使用者拍摄日常影片非常够用。不过邦尼还是想提一下，如果是以更进阶的影像角度来看，相信平常有在摄影的朋友应该可以很容易在画面上看到许多画面在主体边缘有明显的痕迹，针对非人的主体也会更明显。同时电影级模式在目前还是有一个比较大的硬伤，就是最高只能拍摄 1080p， 对专业一些的内容来说，画面品质会比较有感的下降。此外也需要提醒真的想拿来拍短片的朋友，在电影级模式下的宽容度并没有这么高，后期的调光调色也会有比较大的限制，这部分可以留意一下。最后，如果是为了电影级模式想入手 iPhone 13系列玩玩看的朋友，还是推荐入手 Pro 系列机种，主要还是 Pro 系列多了3倍长焦，以电影级模式来说，一定的压缩感会更加实用。整体来说，邦尼自己蛮期待电影级模式在接下来几代的进化，包含提供更高的解析度、开放超广角、加强画面的动态表现，都会让电影级模式更加实用。然后再提醒大家，相机跟录影对比可以参考邦尼的 iPhone 13、13 Pro 完整评测，会有完整的拍照表现解析。不过也不能让大家空手而归，以下邦尼也简单提供 iPhone 13系列跟 Pixel 6还有 S21 Ultra 的对比表现。
今年各家旗舰详细的相机对比，邦尼会在 Pixel 6完整评测，再跟大家仔细聊聊，所以别忘了立即订阅邦尼，就不会错过所有的评测内容啦。而在效能上 ，iPhone 13 mini 跟13 Pro Max 也都搭载了 A15 Bionic。Pro 跟非 Pro 的处理器一样有所差异，非 Pro 系列也就是13 mini 采用的是4个 GPU 核心的版本，而 Pro 系列的 A15 Bionic 则是采用5个 GPU 核心的版本。以实测数据来看，在 Geekbench 5的图形效能中，大约有 30% 左右的效能差距。如果以重度效能需求来看，邦尼也先实测 3D Mark Wildlife Extreme 20轮压力测试，可以看到13 Pro Max 达到目标天花板后的效能下降，大约落在 40%， 先前的13 Pro 则是落在 45% 左右。至于13 mini 的效能下降就更加明显了，受限于机身体积本身就不大，散热难度也就更高一些。在最低一轮中，只剩下 50% 的效能输出。若是以13 Pro Max 的最低得分跟13 mini 最低分相比，两者则是有 43% 的差距。所以建议有比较高游戏需求的朋友，可以朝向 mini 以外的机型选择，并且加上外部散热，会更适合长时间游戏。接着邦尼实测原神的实际表现，需要注意的是，这次邦尼采用的是新版的原神测试标准，不能跟过去的结果对比。在原神特效全开60 FPS 的实测中， iPhone 13 Pro Max 拿下了平均 56.5 FPS 的成绩，机身温度则是正面36度，背面39.6度。可以看到今年的苹果在温度控制上还是相对保守一些，而13 mini 则是拿下了平均 51.6 FPS， 也可以看到从6分钟开始就有比较明显的帧率波动，10分钟开始则是维持在45帧上下幅度，温度达到正面 35.5 度，背面 38.8 度，温度依旧控制在40度上下。以下邦尼也提供所有跑分供大家参考。两者在规格上还是有一个微小差异，13 mini 搭配的是 4GB RAM， 而 Pro Max 系列则是 6GB。 所有跑分结果可以参考以下表格。而在续航上，在相同条件的测试中， YouTube 1080p 影片连续播放1小时， iPhone 13 mini 消耗了 9%， 13 Pro Max 则是 8%。 而在原神最高画质下玩30分钟， iPhone 13 mini 消耗了 19%， 13 Pro Max 则是 10%。 可以看到 Pro Max 加大电池带来的优势还是明显。 4K 60 FPS 连续录影1小时， 13 Pro Max 消耗了 21%， 而13 mini 则是达到了 40%。 顺带一提， iPhone 13 mini 在邦尼几次的测试中， 4K 60 FPS 在同样的环境下，大约录制25分左右就会遇到过热，在意的朋友可以留意一下。其他3支都可以正常完成1小时的录影测试。充电测试上，这次邦尼也多测的 MagSafe 的充电速度供大家参考。13 mini 1小时大约可以充 64%， 完整充满需要1小时51分。13则是1小时可以充 57%， 完整充满需要2小时13分。Pro Max 1小时可以充 48%， 完整充满花费了2小时37分。关于有线快充的速度，可以参考邦尼13跟13 Pro 的评测。最后来看萤幕部分，经过好一阵子的更新以及最佳化，大多数主流的 App 也都陆续加入了高更新率的支援。不过在最佳化上也都还有空间，或许在 iPhone 14上来看会更准确一些。不过经过了这些时间的更新，依旧可以看到目前 iPhone 13在滑动速度上还是比较保守，应该只能等下一代机种才有机会进一步开放。整体来说，目前 iOS 的滑动阻力也还是比较大，就跟邦尼先前提到的一致，
这段时间用下来，真的就是比较流畅的 iOS， 还无法完全释放120Hz 带来的流畅，还是期待苹果未来会在120Hz 上进一步解放。而在萤幕亮度上，经过邦尼实测，在强光下的萤幕全白亮度 ，iPhone 13 mini 可以达到750尼特左右，而13 Pro Max 则是可以达到900尼特以上，都可以很好的应付太阳下的表现。以下邦尼也提供一组外放对比。整体来说，从 iPhone 13系列推出一直使用到今天，邦尼依旧认为这代 iPhone 在实际体验上完美贴近了硬体规格改变有感派以及升级无感派两派说法。iPhone 13系列在体验上的确没有有感改变的地方，但在规格上确实是近几年来 iPhone 最有感的提升，也是在既有体验上我们一直期待的那个 iPhone。但就像先前说的，硬体升级跟竞品相比，也就是几年前各家旗舰的常规升级。所以唯一可惜的就是它不是去年推出的 iPhone 12。不过事实上，有了120Hz 加上没有阉割的镜头， iPhone 13 Pro 依旧是这2年来很不错的一只 iPhone。选购建议部分，如果真的想换机，帮你最后统整一次今年的心得。13 mini 就是极致的小巧，它并不是朝向一只均衡的单手手机设计，而是极致的小巧，手感、外观这是最大的重点。不过相对在效能、散热以及电量表现都有明显提升。整体而言，预算足够的话，还是建议上 Pro 系列。13 Pro 不论从效能、续航、相机、萤幕、手感来看，依旧是最均衡的选择。而 Pro Max 就建议到现场试一下，可以接受手感再入手。而若是真的预算有限，但还是想换机，那就看看 iPhone 13系列吧。就像先前提到的 ，iPhone 13没有不好。但就是以2021的标准来看，都已经花到这个价位了，有些可惜。不过如果还不急着换机，或是去年才刚换机，帮你自己觉得真的可以再等一代，在 Mac、iPad 都相继带来一些惊喜时，真的期待苹果可以在最多人期待的 iPhone 上带来我们期待已久的惊喜。好啦，本期节目就先说到这里，希望你们喜欢，别忘了立即订阅邦尼并开启小铃铛。也欢迎加入邦尼的 Facebook 苹果讨论区，一起聊聊更多苹果产品。如果喜欢本期的节目，不要忘记订阅邦尼，并且打开小铃铛，及时收到最新的评测通知。当然，你也可以在 Facebook 邦尼 AI 小助理、Instagram 以及 Line App 找到我们。如果还有其他问题，别忘了底下留言。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啦！